好，各位朋友好，我们现在是8点钟，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是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小主题。好，那我先跟大家测试一下哈，就是因为我这边还是一样，我来测试一下这个设备跟现场延迟是多少，所以如果各位有听到我声音的话，可以帮我打一个1吗？好不好？好，麻烦大家这样子。OK， 好，我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的。好，在聊天室这边帮我打一个1就可以了，这样子，谢谢。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不是都有听到。好。OK，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这个 ESR 的判读，这样子。好，有听到吗？有听到吗？看一下，我把这个声音拉大一点。我不确定这一次的延迟是几秒。OK， 好，那我大概知道，大概是20秒左右。OK， 好，没有关系，这样子。好，来，那个我们就是现在要开始慢慢练习 work from home 嘛，对不对？对吧？就是这个新科技总是有一些过渡期，这样子。好 ，OK， 各位，谢谢大家，就是这个礼拜3的晚上，好，还锲而不舍的这个来关心 GMAT。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这个非常简单，好，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好，就是大家都知道 Dustin 就是一直在去研究 GMAT， 然后呢也一直帮同学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好，那当然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很多同学他考完试之后他不是考得很好，他就会去申请 ESR，OK， 好，就是我们所谓的 Enhanced Score Report， 好，那申请完之后呢，对不对？就是他看不懂，他可能只看到大量的数据，但他不知道怎么去解读。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好，你可以轻易的，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先做初步的判读，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主要是今天的直播主要是专注在 verbal 部分 ，OK， 好，那数学的部分对不对？因为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献丑这样子 ，OK， 好，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里面对不对？好，就是请各位一定也可以，就是一定要去慢慢的做笔记这样子 ，OK， 好，因为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 ESR 现场拿，就是拿起来，然后呢跟 Dustin 一起判读。好，那我们今天精选了2位同学的 ESR， 好，这2位都是终结者的同学，好，那就是这2位同学的那个 ESR 对不对？就是我把他们匿名了，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方框对不对？对吧？我把它盖起来，好，这个我是匿名，好，不要保护隐私，好，我们现在是各自保护的时代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好，一般来说看 ESR 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哪些地方 ？OK， 好，那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一份 ESR 里面，好，第一页当然就是你的分数嘛，对不对？好，第一页就是你这个总分，然后你的 IR 分数跟你的这个 verbal 的这个分数多少，对不对？好，通常我们在看这一页的时候，对不对？会如果是 Dustin 在看的时候，我看这一页的时候，我就会第一个先问你的目标分数多少 ？OK， 好，你的目标分数多少？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好，你的目标分数是700分好了 ，OK， 好，我们假设你的目标分数是700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讨论说，就是你的这个分数要由谁跟谁组合在一起。好，我们都知道 GMAT 的这个总分是2种分数的组合嘛，就是数学跟这个量化推理跟这个 verbal 这2个部分的组合，对不对 ？OK， 好，那就是通常我会希望，如果他目前的基础是好，如果这个同学目前的基础是大概数学在40左右，甚至更低的话，我会希望他下一次至少要拉到45分。OK， 好，对，那如果这个同学的基础大概是在40到45左右，我会希望他下次至少拉到48、49分。OK， 好，那如果这个同学数学的基础呢，大概是已经在48、49的话，对不对？我会希望他下一次能够稳定在49到50。OK， 好，那其实数学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越靠近满分是越有利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个只要你的数学越接近满分，你的 verbal 这个部分的边际效益就会越来越大。什么叫边际效益？就是说你 verbal 每加一个几分，好，这个叫几分这样子，好，然后对你总分的那个加成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好，所以通常我都会建议大家，就是对我们亚洲人来说相对算是优势的数学，我们千万不能够去轻忽这样子 ，OK， 好，就是如果你上一次是30多分以下，40分以下的话，好，会希望你下一次把目标设定在至少45。好，那如果你上次是我们刚刚讲是40到45的话，我会希望你下一次把目标设在48、49。那再来就是绝大部分的考生，如果你真的平常已经 OK 的话，那你其实就是已经在48、49的话，其实希望你下一次要稳定在49、50。好，那51现在呢，老实说是
可遇不可求 ，OK， 可遇不可求，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目标设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到4950。好，当然这边数学因为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就是这部分可能大家还要去请教数学更厉害的老师这样子 ，OK。好，那这个部分对不对？好，我们这一页大概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好，你要先把这个数学固定下来 ，OK。好，那数学固定下来之后呢，我们的 verbal 就可以大概去推了 ，OK。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就是假设这位考生，像我们看一看这位考生，对不对？他现在分数是610，然后他现在的这个数学是50，verbal 是21，那我就会给他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的数学就是你每天至少平日还是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OK。好，那如果是在职考生的话啦，好，就是平日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假日呢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 ，OK。好，那把这个数学稳定这样子，好，就每天还是要去算一点数学 ，OK， 好，然后呢，假设你的数学是下一次也是在稳定在50左右的话，好，那么这个时候的 verbal 我们的分数就可以很好拉出来了 ，verbal 分数就是多少？就是大概是3334左右，好，这个两个搭在一起就会有700分的分数这样子，好，那如果这位考生他的数学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说他数学他是现在只是4647。那下一次我们希望他能到4849的话，对不对？那我就会说，你每天至少要安排1/3的时间，好，1/3的时间给数学 ，OK， 好，就是比如说在职考生他可能平常有4个小时的时间，我建议他花1个小时到1个小时半的时间练习数学，好，那全职考生呢，可能一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建议他花2个半小时的时间练习数学，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边就是我的一些初步的建议，好，就是说，如果你数学是要稳定维持在同一个阶段的话，我会建议是什么？就是花0.5到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如果你的数学是要往上拉的话，你要至少花1/3的时间在数学上面，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大概设定一下下一次的这个数学目标，我们就可以大概去推到说你的 verbal 要进入到什么样的阶段。好像这位同学我给他的建议是说，你的数学你还是要维持在稳定的阶段，你每天还是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练习。好，刚刚是不是荧幕抖了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哦？应该还在录 ，OK， 好，来，然后再来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你下次的数学一样是50的话，对不对？那你的 verbal 好，只要拉到3334，那我们就可以拿到700分的成绩。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大的范围的这个目标界定出来，这样子 ，OK， 好，这一页主要会问他的是这些问题，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2页的地方，好。给大家看你自己看看你的 ESR 第2页 ，OK， 第2页是 IR 对不对？好，你说 Dustin， 你不是要讲 verbal 吗 ？IR 这个部分为什么你会特别去看呢？对不对？好，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你知道吗 ？IR 很好玩。IR 到底考什么东西？我们如果真的去把它 break down 的话，它其实是3个东西。哈，第一个就是图表判读的能力。我们都知道 IR 有很多的图表，对不对？不管是表格、Excel 一样的试算表，或者是像是流程图，或者是像是折线图、圆饼图，之类的，对吧？好，第一个是图表，第二个是数理计算，对不对？我们都知道 IR 里面也有一些考你数学的部分，对不对？好，让你去算一些值这样子。好，那第3个是什么呢？第3个就是阅读理解能力，就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 IR 它其实都有大片的这个文字，对不对？好，那这3个东西对不对？好，其实上你知道吗？好，我这时候就会开始去问一些考生的状况，我主要会问这4个问题。好，第一个职业的背景，好，他是在职考生还是应该说他是在学校呢，还是在所谓的这个在公司上班？然后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有没有常接触到图表呢？对不对？好，如果发现说，其实他好在学校的时候还蛮常接触到图表，然后呢，在公司或者是在公司也很常接触到这些图表的时候，他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考试中 IR 所考的图表判读的图表远不及平常生活中我们在各种领域所用图表复杂这样子 ，OK， 好，所以问职业背景的原因，主要是会为了去了解说考生们 IR 考得好或坏，到底是不是因为图表判读能力差 ，OK 哦，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数学能力，好，数学能力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这位考生他会问我会稍微看他一下他的数学 Q 的分数，像这位考生他的数学是50分，代表他数学能力其实不差 ，OK， 好，那 IR 这个部分的数理计算，大家做过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数理计算其实跟真正的那个 Q 的那个 section 相比，它没有到特别的搞你，对不对？对吧？真正的数学那个 Q 的计算是会有，当难的题目是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巧思，需要你有正确的方法切入，你才会得到答案，对不对？对吧？好，但是在这个 IR 的部分，其实像数理计算，它可能只是数字比较大，然后呢计算量比较大而已，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考生的数学能力是不错的情况之下的话，对不对？他的 IR 考的
分数也不太会受到数理计算能力的影响，这样子。OK， 好，那最多其实我想要讲的是最多人是这个情况，最多人是阅读理解能力。OK， 好，大家都知道 IR 的图表也许对你来说不算难。IR 的数理计算对你来说可能也不算难，但是呢，为什么你有些时候你的 IR 还会考得低呢？其实原因就只有什么，就是说，哇，它有大片的文字，对不对？好，你在看那个大片文字的时候，你走神了，好，然后你懵了这样子，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说它到底的重点是什么，导致说你可能要反复的回来看，好，导致说你可能今天就是搞错方向这样子，好，所以看 IR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如果有同学 IR 考的是低的话，好，就是分数比较低，第一我会用什么标准呢？因为全世界的平均大概是5分左右 ，OK， 好，所以呢，就是如果 IR 的分数它是明显低于5分的话，对不对？好，比如说3分、2分 ，OK， 好，那我就会开始特别去问这几个状况 ，OK 哦，好，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可能有同学他的 IR 的分数明显是2分，好了，我就会问说，你平常职业背景是什么 ？OK， 有没有常碰到图表？好，然后再来是我会看他的数学成绩，看他的数学是不是有一定的标准，然后呢回来去排除这些点，这样子 ，OK 哈，好，那当然还会排除一个东西，就是说当天的这个考序跟做题状况什么意思？我也会问他说，同学你当天的 IR 是什么时候考的？好，就是你是前面考的呢，还是后面考的呢？好，然后你在考 IR 的时候，你的这个做题状况，就是你的心态，好，你是比做 verbal 的时候好，还是做 verbal 的时候差呢？这样子，好，因为有些时候那个 IR 其实是他。可能他考得烂，不一定是因为他阅读能力差，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说，好，他做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前面 verbal 考差了，可能前面数学考差，他这时候自我放弃了，好，或者他刚进场的时候，他需要热身，他可能还没有热机 ，OK， 好，所以我会先问一下他考试这种感觉，到底在考 IR 的时候，他的状况是跟 verbal 相比是好还是差这样子 ，OK， 好。还有一个点就是题型的熟悉程度，好，什么叫题型的熟悉程度？就是说有的同学是他一战。好，一战刚去考，那 IR 他可能没练过几题，然后呢，他在考场上就当然就是表现比较差，是有可能的这样子。好，所以我会问这4个东西，主要是来一步一步的去看说是不是有可能的问题。OK， 好，那当然这位同学呢，他的状况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好，我有问过他的职业背景，他的职业背景基本上怎么样呢？就是好，还蛮常看到图表的这样子。好，然后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数学能力，对不对？他的数学能力是50分，代表说什么？好，代表说他数学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 IR 这个地方 OK 也就是数学能力应该没有问题。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这个是第3站考试，好，我记得应该是第3站 OK 好，那代表说他的题型也不会不熟悉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有问他当天的这个考试跟做题状况，他说做 IR 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跟 verbal 相比，也没有说特别的状况特别差。好，就是他的集中力什么都还 OK 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大概都知道说这位同学好就是其他原因都没有的话，好，那这边应该是反映的是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他上一次的 IR 大概是我忘记几分，好像是4分还是3分。他这一次的这个就是阅读能力明显有强化这样子 ，OK。好，你要知道，就算你的数理能力强，就算你的这个图表判读能力强，但是如果你今天对于 IR 的大片文字你没办法去好好的整理，好，在时间之内好好整理的话，在 IR 这边的分数就会很明显的往下拉这样子 ，OK。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位同学他的阅读能力是有所强化了这样子 ，OK。好，比起上一站来讲 ，OK。好，那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说，好，如果因为 IR 一题的平均时间大概是2分30秒左右 ，OK。好，12题除以30分钟除以12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发现说，这位同学他的这个就是错题的，譬如说正确题的这个正确题的这个时间，然后远远超过2分半的话，大概就可以判断得出来，好，就可以一步一步去排除，有可能是因为计算量太大，然后呢算得漏 ，OK， 也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阅读文章的时候，他可以理解，可是特别慢 ，OK 好，当然每一种情况都不止一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排除这样子 ，OK， 好，就是根据我的经验，然后去一步一步分析排除。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如果他错题的这个就是时间远超过2分半的话，对不对？好，那这就很明显是什么呢？你就可以，我常常会问他说，你这是不是考试的时候你看那个大片文字看到懵掉？你看到没有重点，看到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好，通常对方都回答是这样子。好，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同学是阅读能力需要加强这样子
OK， 好，那不过这位同学对不对？他目前的 IR 分数是相当高的。OK， 好，那代表说就是阅读能力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时间管控也算是正常平衡，所以呢，他在阅读速度上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OK， 好，所以 IR 这部分主要是看说，如果你的分数有2个指标，第一个是你的分数明显低于5分，好，明显低于5分。然后第2个指标是说什么？是说这个，不好意思，我把这个荧幕放下来，好烦。好，第一个是明显低于5分，然后呢，第2个指标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正确题或错题的平均时间远远超过2分半，好，平均时间2分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好，你可能有阅读能力的问题。OK， 当然不一定是阅读能力的问题，所以我还会再去问说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数学能力是怎么样。好，然后呢，他第几次考试以及他当天的这个状况怎么样，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排除。OK， 好，对，来，那我们来看哦。好，这边可以理解的可以打个2吗？好不好？好，让我看一下。好，就是做个小总结。好，IR 这个部分对不对？就是如果分数在5以上的话，好，那就还好 ，OK， 代表阅读能力应该还好，没有问题。那如果分数在5以下的话，我们就会去一步一步的去 break down，OK， 好，去想说是不是因为不熟图表，是不是因为数学不好，好，然后呢，是不是因为刚考不熟悉，好，1战2战的时候不熟悉，然后呢，好，是不是因为当天状况不好？好，那如果这些都排除的话，对不对？可能最后一个可能就是阅读能力的问题，就是阅读速度或阅读理解力不够好的问题，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来，这样子。好，来，那我们再来看，好，那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同学的这个 verbal 的部分。好，看 verbal 的部分很好玩哦，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注意到这个页面上面它用的是百分位。好，注意哦，很多同学会以为说这边是正确率，其实不是。百分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你的这个科目的能力在所有人里的排名。OK， 这个所有人指的是过去3年之内所有的考试。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有没有看到它的样本量，对不对 ？OK， 好，你在这过去3年内跟所有的人，好，考试的人的比较，你的百分位就是你的那个排名是第几名这样子。好，100个人里面也赢过几个人的概念这样子。OK， 好，那不是正确率哦，再度调整，不是正确率哦，这边是 percentile。好，那这个部分对不对？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好，百分位其实就等于什么？在 CAT 的这个考试机制设计里面，好，你的百分位就是你在所有你的排名，就等于你的能力值，其实就等于你的分数嘛，对不对？它其实还等于一个东西，就是等于题目的难度。好，题目的难度跟什么？跟你的这个能力是完全同一个指标。OK 好，是同一个 scale 这样子，同一个 scale。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好，2分半为什么 overall 有超过2分30秒？等一下我会一起解释这样子 ，OK， 好，这边等一下我会一起解释，我们等一下解释到这边会一起解释，好，对，那个跟不计分题有关系，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就是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就是分科分数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边有写6、29跟19，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这个 verbal 的分数，它的最低分是6分，最高分是51分。你说 Dustin 为什么是6跟51呢？好，其实原因很好玩，就是说当年 GMAT 在从纸本考试换作电脑考试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有一段过渡期，然后那个时候要去对照旧的分数，所以呢，这个6到51其实是对照什么？对照过去那个旧的纸本分数。好，那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现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在用纸本考试考 GMAT，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scale 就留下来这样子。OK， 好，你只要记得它的最低分是6分，最高分是51分就好了，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来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分数，这3个科目各自都有一个自己的 scale， 好，自己的积分，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各位可以翻到你的 ESR 的第6页。好，来我们看一下 ESR 的第6页。好，来，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他说 ，Your performance on critical reasoning questions was equivalent to the score of 6, score of 29, score of 19， 对不对？好，所以它其实隐藏在这边哦。好，你看这个，所以我就把它写在上面。好。它的 CR 相当于 verbal 的6分，好 ，RC 相当于29分 ，SC 相当于19分这样子 ，OK， 好，那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要知道的是，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嘛，这个百分位跟这个难度是同一个指标，对不对？所以你平常听到我们讲说什么高分区啦、中分区啦、低分区，其实老实说，我们讲区不算特别正确的讲法。好，讲区会让你以为说好像是一块一块一块，好，会让你以为好像是高分是一块题库，中分是一块题库，低分是一块题库，不对。它不是3区的概念，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就是轴的概念，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连续的概念，很像光谱一样。OK， 好，所以它其实不是分3块，好，它是一条连续的线。OK 哦，好，从百分位1到百分位99。OK， 那有些题目可能是什么？可能是22，有些题目可能难度是什么？难度是譬如说78这样子。OK， 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可以大概去想象一下，就是说，好，在这个百分位33，好，33之前的我们统称叫做什么？叫做低难度的题目。好，百分位33到66这一块，中间这一块1/3，我们统称叫中难度的题目。OK， 百分位66以上，当然就是高难度的这个地方，高难度的题目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位考生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好，这位考生的情况是。他第一阶段的地方，不是第一阶段，讲错了。好，他 CR 被打到最低难度，被打到地狱去了，对不对 ？OK 好。然后呢 ，SC 的地方，对不对 ？SC 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中难度的题目也没有上去，它也是卡在低难度的地方。好，那 RC 的地方呢是什么呢？是停在中难度，没有上高难度，这样子。OK， 好，那这边就有几种可能哦。这有几种可能可以怎么判读？比如说像 CR 这个地方，它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曾经到过中难度，但是呢，后面怎么样？后面因为时间不够被拉下来。OK， 好。第二种可能就是真的是他连低难度的题目都错了。OK， 好。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够，然后连错被拉下来。第二种可能是他连低难度的题目都错翻天。好，就是一路上没几题对的这样子。好，那 RC 的地方也是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曾经有遇到高难度的题目，好，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呢后来最后因为时间不够被拉下来。第二种可能是什么？他连中难度的题目都在 struggle， 好 struggle 这样子。好，就是上对错这样挣扎。好，然后呢 SC 的地方同样也是。好，第一种可能是曾经做到中难度，但是后来因为时间不够被拉下来。第二种可能是他在低难度的地方在挣扎。OK， 好，那我们先把这些可能先列出来。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下面的部分。OK， 好，刚刚有同学问一个很好的问题，有同学问说，Dustin， 为什么今天就是平均2分半钟，但是 overall section 这个同学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个12道题都做完了，他来考试的时候理论上来讲应该也是用完了最后1秒的时间，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今天我在考试的时候做完每一道题，用完最后1秒的时间，但是平均却不是2分半钟 ？OK， 好，其实这个问题在 verbal 也很明显。好，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位考生，好，这位考生你看哦，来。我们现在请大家按一下小小的计算机 ，OK，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我们按一个小小的计算机就好了。就是说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这位考试你可以看到他是什么？他是36题都有完成，对不对 ？Verbal 36题都有完成。好，那整个 Verbal 的考试呢，我也有问过他，他也说他的65分钟都用完了。好，我们都知道考试是65分钟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现在请大家帮我计算一下，65分钟等于几秒？65分钟乘上60等于几秒？等于3900秒，对不对？好，3900秒除以什么？除以36题，大家可以算算看，大概等于一题平均时间是几分？是几分几秒？是108秒左右。OK， 好，换句话说，一题的平均时间应该是1分48秒。OK， 如果你每一题都有做，而且你最后1分钟最后1秒都用尽，最后1秒还按一下 next 的话，理论上来讲，你的平均时间应该是1分48秒。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位同学，甚至我相信你们在看你们手上的 ES 都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你们的做的这个 verbal 的平均时间都不是1分48秒。好，很奇怪吧？虽然你们记得你们自己也是有把每一题都做完，然后呢也是有用到最后1秒钟，但是为什么平均时间就是没有在这个时间点上？原因很简单，因为GM媒体里面有一部分的题目是不计分的。OK， 好，有一部分的题目是不计分。那因为有不计分的题目，所以导致什么？所以导致说今天这个就是这边只算的是计分的题目，好，只算计分的题目。
同理，我们也可以看这位考生，OK 吼，好，来，各位，我想请问大家一件事情，请问 IR 总共有几道题组？我们都知道 IR 的设定是这样子，就是一道题组可能有3小题、4小题，但是你必须要那道题组的每一题都做对，才算是那道题组做对，对不对？对吧？好，你错了任何一题，那道题组就变成错误的题组，对吧？一题错的，就是那道题组整个就整个 GG。好 ，IR 总共有几题 ？IR 总共有12组题组，对不对？那我问一下大家，这边对吧？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正确率，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好，这边其实写 percentile ranking 是错的啦。好，这边是明显的是正确率 ，percent of questions you answer correctly。好，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好，请问你12分之几会等于78%？好问题吧 ？OK， 来，12分之几会等于78%？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大家有想过吗？12分之几会等于78%？来，大家回答我哦。OK， 好，来，你知道吗？12分之不管多少，其实都不会等于78%，对不对？最接近的应该是12分之8嘛，对不对？等于75%嘛，对不对？好，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以什么为分数的吗？以什么为分母的吗 ？OK， 好，实际上你们按一下计算机就可以知道，好，这边其实是9分之7，9分之7等于0.77左右这样子。OK， 好，所以呢，你就知道 IR 里面其实有3题是不计分的测试题，只是你不知道是哪3题而已，这样子。OK， 好，这样懂我意思吗？对，所以呢，这边就可以回答刚刚同学的问题。同学说，为什么这边这个 overall section 它用的不是2分30秒？原因是因为这边只有算你那计分的9题的平均时间。好，那不计分的题目，它可能做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OK 哦，好，这样那个 Stephen 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刚刚突然讲说，最后一题一定要按 next 吗？还是系统会自动跳接结束？不用按 next， 但是只要你有按一下，只要你有就是勾答案的话，好，你有勾答案的话，它也是会照算 ，OK， 它也是会照算，没有关系。对，我这个官方有确认过这样子 ，OK， 好，来，那各位我们来看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回来看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东西，对不对？其实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好，如果你这边的时间，对不对？你这边的时间跟就是1分48秒，好，这边平均应该是1分48秒。如果这边的时间跟1分48秒相差，好，是低于1分48秒的话，代表说你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不计分的题目上面了。好，比如像这位同学，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低于正常的平均时间，代表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不计分的测试题上面。OK， 好，来，那当然如果高于1分48秒，代表说你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计分题目上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子，那是比较好的事情。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就是其他状况。好，那这边我先讲一下这个地方每个人的做题平均时间当然是不一样的。好，每个人习惯时间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自己真的做得很快，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 CR 做得很久之类的。好，但是呢，以一个正常的考生来看啦，好，最就是正常的时间，好，就像我以自己为例啊，比较稳当的时间应该是 CR 尽量控制在2分之内，好 ，RC 也尽量控制在2分之内，然后 SC 稍微快一点，大概在1分半左右，1分半到1分40秒左右这样子。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考生他很明显他的 CR 是时间失控的这样子。OK， 好，就他可能大部分的题目都没有做到停损，有可能甚至有一些 CR 会做到3分钟、4分钟左右。OK， 好，那这个然后呢，它就会导致说它的 CR 时间会挤压到它的 RC 的时间。好，所以 RC 的时间就明显的被 CR 挤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考生还有一个多的问题，就是说他必须要去就是用
用流程固化的方式。好，流程固化就是我在部落格上我有写过，好，如何让自己的时间慢慢控制下来。OK， 好，他必须要重新去固定他自己的CR 的解题流程，然后呢必须要慢慢的把时间压缩。OK， 好，然后在时间压缩里面呢，把不熟的流程抓出来，好，然后重新回去复习讲义或者是复习课程这样子。好，才能够慢慢的把他的 CR 的时间稳定下来。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它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CR 的时间明显是失控的这样子。OK， 好，来，不好意思，那个是不是荧幕上出现荧幕上出现了麻将是吧？Corey 一定很尴尬。OK， 对，这是我们跟 Corey 的小秘密这样子。好，对，就是跟 Corey 有些时候会去打麻将。OK， 好，来，那个第一次阅读 RC 的文章时间大概要怎么抓？这个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有讲过。OK， 好，就是在我的部落格上面的这个 RC 的阅读流程。好，如果你有看过的话，我里面有去讲到，大概会是抓2.5到3分钟。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有靠腰怎么变这样？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刚刚有同学问说解题流程到底在哪里找？很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 Amateur 里面这边有 RC， 对不对？好 ，RC 这边有标准解题流程，对不对？然后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去建议大家的这个阅读的第一遍文章的时间 ，OK， 好，然后里面也会有放影片讲解这样子，好，所以各位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解题流程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的部落格上找到3个科目的这个完整解题流程，以及我每个阶段的建议时间 ，OK， 好，所以再麻烦你回去看一下这样子，好，来，那这个地方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来，我们来看第5页的地方。第5页特别好玩。好，第5页这个地方对不对？大家注意到，刚刚那一页还在讲百分位，对不对？还在讲这个百分，就是你的这个排名，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看到第5页的地方，它就突然变成什么了？哦，突然变成了所谓的这个正确率，对吧 ？OK， 正确率。好，正确率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数量算出来了。OK， 好，来，我想大家你们看你们的 ESR 里面，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请问你这边分4个阶段，均等分4个阶段，对不对？你考试总共做了36题，对吧？好，理论上来讲，如果36题平均要切成4个阶段的话，应该是几？应该是9999，对吧？对吧？OK， 好，但是呢，你仔细看你会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真的这9题都有算分的话，好，都有算在里面的话，请问75%是9分之几？9的分数会有可能有75%这个数字吗？对不对？好，9的分数会有可能有0.5这种概念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就代表一件事，就是说这一份 ESR 这边所给的数据其实只算了一部分的题目，就是计分题。好，那同学一定会想知道到底有几题计分，几题不计分的？当然，我们是透过我们看了好多人的 ESR， 好，看了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一份跟另外一份，对不对？我们去比对一下各个阶段里面他们出现了不同的数据。好，最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第一阶段9题里面总共有8题计分，有1题不计分。OK， 好，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写的是，比如说62的话，你就知道你是5%。OK， 这边如果写的是75%的话，你就知道你是6%，就是你就知道你是6%跟2%这样子。OK， 那这个阶段呢，主要有什么？就是有固定是7题计分，好，2题不计分，这边也是7题计分，2题不计分，这边是什么？这边是8题计分，1题不计分。好，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位同学每个阶段对的题目跟错的题数算出来了。OK， 这边是6:2，这边是3:4，这边是1:6，这边是4:4。所以最后我们发现这位同学他6题不计分之外呢，计分的30题里面 ，OK， 好，有14题是对的，有16题是错的，这样子。OK， 好，来，现在我们来看哦，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大家有看到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指在哪里？好，来，下面这边，好，在下面这边，大家有看到那个荧幕我往下滑了吗？好，有看到的话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因为我这边好像有点lag，有吗？来，可以帮我打个1吗？
好，谢谢。OK， 来各位，好，好像是我的这个直播有 lag 一下，好，不好意思。来，好，我们来看哦，在这个地方很好玩，这个折线图是其实最精华的部分。好，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折线图，对不对？好，帮我稍微看一下这个折线图。这个折线图它其实有玄机，什么玄机呢？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过？好，最低分是6分，最高分是51分。OK， 那我们按比例来看的话，就可以把它切分成这样子。好，每5格大概是跳9分。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是 V15， 好，每5格，好，这边是 V24， 这边是 V33， 这边是 V42， 这边是 V51。好，那我们大概去对一下的话，好，你拿尺对一下，对不对 ？OK， 好，你大概去对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你各个地方正确的题目跟错误的题目的平均难度，像这位同学就是什么，第一阶段的错误题目的平均难度是39。好，然后第二阶段是37，这边是32，这边是24。然后呢，像这边拿尺稍微对一下，你就大概知道说，哦，第一阶段的正确题目是31，哦，这平均难度是31，然后呢，平均难度是36、28、26这样子。OK， 好，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但是你要看这个折线图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你不要通通采信。很多同学最后看到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个分数就觉得很难过，有没有？就是说啊 ，Dustin， 我怎么准备那么久，结果我分突然退步？好，比如说我上次24分，结果我这次突然变21分，怎么退步？可是你要想哦，好，你看这个折线图就可以看得出玄机。为什么？因为看折线图的时候，你不能只看这边，你要跟下面的平均时间一起对照。OK， 还有你考场上的回忆一起对照。为什么？因为你在考场上，对不对？大部分同学他做题的速度不是平稳的，他都是什么？最后会有一个阶段或2个阶段是崩盘的，或者是在赶的，好，就乱做乱猜的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看个 ES 啊，看你的 ES 啊，就可以把你哪个阶段在乱做，把它抓出来。像这个同学就很明显，第4阶段是在乱做，对不对？好，你很明显前面第2阶段花了太多的时间，结果导致第4阶段是崩盘的，对不对？好，这个时间是他这边很明显，他不是靠实力做的，好，他是靠乱猜的，好啊，然后再来呢，我还问他说，第3阶段呢，你看第3阶段他的这个正确率下降这么低，好，所以我那时候也有怀疑说，他是不是这个阶段开始已经在赶一些题目？他说对，他按照他的回忆，大概在第24、25题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有点感觉到时间不够，就放掉好多题目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在折线图里面，对不对？最后这2个阶段，并不是他的实力 ，OK。好，虽然最后的分数被压到只剩21分，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他的实力，他真正的实力应该是在哪里？他真正的实力应该是在一开始。换句话说，他上次对不对？他上次的这个分数，好，上次的 ES 啊，它是比较平稳的，是这样子，好，大概在23、24左右，好，然后他最后的分数是24，然后呢，这一次他分数掉成21。好，他觉得他退步很多，他觉得很不甘心，为什么我准备那么久还退步？可是我跟他讲说，其实你是进步的 ，OK， 只是你的这个时间没有管控好。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位同学他在有时间的情况下，能够好好运用自己逻辑的情况下，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他做的分数，他就是31到36左右的题目都能做对，是再高到高难度的题目才会做错，对不对？好，所以呢，实际上这位同学真正的实力其实是这个地方。真正的实力其实是这个地方，就是中难度的定，然后呢还没办法爬上高难度。好，但是你要说他的实力是在21左右，并不是。好，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后面没有时间被压下来这样子。OK， 好，所以各位注意哦，看 ESR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你可以稍微去看，你要跟分时图一起判读。好，把那些然后跟你的回忆加在一起。好，把那些就是明显在乱做的阶段的能力去掉。好，你只看什么？你只看就是你的就是足够时间的阶段。OK， 就是你有认真在思考的阶段，那个地方的那个难度才是你真正的实力，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还可以注意2件事情，看这个折线图还可以注意2件事情。第一个，开口大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开口，一个是比较大，一个是比较小，对不对？对吧？好，就是这个红色跟这个蓝色这是有距离，对不对？好，这代表什么东西呢？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难度其实算是平均难度，对不对？正确题跟错题的平均难度这样子。OK， 好，那开口大小大，它其实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你的难度变化很大。OK，
好，你在这9题里面，你有做过31的题目，你也有做过39的题目。好，那开口大小小代表什么意思？难度变化不大。好 ，OK，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所谓难度变化大，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连对或连错，对不对 ？OK， 好像这位同学，你看他的这个正确率基本上是75%，对6题错2题，所以这就更有可能是什么？更有可能是连对，就是这6题它是什么？连续做对这样子 ，OK， 所以冲得很快，从31可能冲到34，又冲到35，又冲到38，然后一直到39的时候才被卡在这边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那至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同样接近的难度的地方，它的难度开始收敛了，对不对？这个开口小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对错各有，对不对？好，就是等于说你在那个地方摆荡这样子，所以看这位同学这个3题跟4题应该不是连错的，好，他应该是什么？在37、36这一块一下对一下错这样子 ，OK， 好，所以开口大代表你有连对，好或连错。当然，如果这个地方它的开口大是看正确率大概是对错6题对2题的话，那就是反过来 ，OK， 好。如果开口大是错，譬如说是错6题对2题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样？那就变成是从39这边一路溜下来，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就他可能一开始做到这边，然后一路溜下来，溜到30题才做对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从31左右一路串连对，然后上去，一直做到38、39的天花板的时候，好，做错2题 ，OK， 1到2题被挡下来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在第2个阶段，对不对？好，在这边 struggle 摆荡，然后呢，最后2个阶段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所以呢直接往下崩盘崩掉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看这个就很具象了，对不对？好，再来我要讲的是开口反转，好。反转的意思，反转其实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OK 哈，好，在 GMAT 的这个积分模式里面，对不对？好，就是如果你今天错简单对难 ，OK， 它会是一个异常的指标 ，OK， 好，这个之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OK 哦，好，但是基本上你在考试的时候就尽量避免粗心，好，对，开口反转的意思就是红下蓝上。它其实代表意思就是你错的题目平均都比较简单，对的题目平均都比较难。但在 CAT 的这个就是计分机制里面，它会这个地方是比较异常的，因为CAT 主要它就是把你做题的这个表现拿去跟不同能力值的这个做题的人不同能力值的人做这些题目的表现的分布拿去做对照，看看你做对的题目跟做错的题目的这个难度分布跟哪一个程度的人最像 ，OK，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但是呢。像这种反常的指标，像这种就是对难错简单，几乎没有一个能力值的人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个地方好会是一个电脑会认为是一个异常的指标这样子，所以考试的时候尽量避免反转 ，OK， 好，反转的话对不对？好，虽然我这边没办法证明啦，但是呢，就是反转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如果出现反转的话，最后评定的分数都会比什么？都会比它表面上的分度更低。OK， 好，虽然没办法证明，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它最后虽然其实上是26、24之间，但它因为反转了，所以呢，电脑还把它压到21左右。OK， 好，因为可能就是你就把它想象得很直白，就是说你这边反转了，电脑认为说如果你是这个能力的人，你怎么可能会对难错简单？你是不是用猜的？好，你是不是用蒙的？你是不是用基金之类的，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他就会认为这个地方还不是你真正的实力，他就会再保守往下估计这样子。OK， 好，所以这边大概有听懂的可以帮我打一个就是1吗？好不好？好，来我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这个阶段我们讲的重点。好，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的 scale 是你可以画出来的，这个地方的 scale 是你可以对出来的。OK， 好，看这个折线图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跟下面的这个时间一起判读。OK， 好，时间太赶，明显没有在思考，明显在考试的时候是赶着做题，不是用自己的实力的地方，你可以不用去管它，它不是你的实力。OK， 好，当然它也是一个问题，没有错。好，也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下一次考试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做题效率。好，但是呢，它不会是你这一次所展现的实力 ，OK， 你真正的实力做隐藏的实力，你真正的实力应该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好，你的这个做题非常非常稳当的情况之下 ，OK， 好，就是你完全没有在 care 时间的情况之下，你的这边才是你的实力，好，那这边的开口大小，好，
显示了你到底是连对，还是你显示了你如果开口大的话是连对连错 ，OK， 好，当然跟正确率一起判读。那如果开口小的话，对不对？代表你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区间 struggle，OK， 好，那在那个区间里面 struggle 这样子。好，那像这位同学，我们现在可以综合判读出来，他的真正的实力应该是在36左右。好，一开始的时候做到比他实力简单的31左右的题目，往上窜升连对，一直对到38、39之后被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在36左右的地方的题目 struggle， 然后这两个阶段他耗尽了力气，结果到最后两个阶段的时候，整个垮下来了这样子。OK， 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个地方，对不对？好，来，那。所以你看，我在这边给他的注解就很简单，就是说，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开口范围大，代表连对，难度快速窜升。然后呢，再来第二阶段开口小，代表对3错字没有连对连错，对错交互，而且还有呢均时是2分34秒，代表他们有赶时间猜题，他能反映他真正的实力。好，他真正的实力其实是有进步的。好，那3、4阶段明显配置失控 ，OK， 最后掉到 B24附近，而且因为对的比错的难，系统认为不正常，所以它进一步下修你的能力估值。好，这样就是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在考试的时候你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变动的 ，OK， 也能知道你真正的实力的跟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位好同学他目前的问题就是很简单，他做题的效率需要提升 ，OK， 好，他做题的效率需要提升，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他真正的实力。其实他不需要再去练简单的题目，不需要再去练这个就是 easy 的题目。好，那他可以专注在练什么？专注在练高难度的题目就可以了。OK 齁，因为他真正的实力就是在中难度的顶，要到高难度这一小段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好，下面这个地方很好玩，就是说他这边给的这个圆饼图，对不对？好。这个圆饼图呢，基本上你滑鼠移上去，如果你用网页版的 ESR， 你把滑鼠移上去，它就跟你讲两个就是正确的题目用的平均时间跟错误的题目用的平均时间这样子。OK， 好，那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如果我发现说它的这个做题的这个平均时间，好，错题比对题的还要大很多的话，像这边很明显，这两个阶段都是平均用时时间，错题比对题还要明显的大。OK， 好，而且应该都是超过2分钟，这边应该是有过2分钟，这边应该是过2分半，快要到3分钟了。OK， 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对比，到底你就可以大概去推得出来这个地方到底是错什么样的题型？怎么推呢？很简单，你可以看哦。好，你就回来看这一页，你哪一种题型的时间最不正常，爆最大？那这边就最有可能是那种题型，不是吗？对吧？好像刚刚像这个地方，对不对？像这个地方，好，它这个第一阶段明显耗时的题型都错了，第二阶段明显耗时的题型都错了，所以我大概猜得出来说，这位同学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尤其第一阶段错的这两题，最有可能会是 CRT 这样子。OK， 最有可能会是 CRT， 因为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CR 它这边也是报时间 ，OK， 也是报时间。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一篇 RC 的第一题，因为一篇 RC 的第一题，它会把那个看文章的时间也算进去，所以如果你一篇 RC 的第一题有错的话，那也是有可能会让你的整个时间膨胀这样子。OK， 好，那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啦，考完试之后，对不对？考完试之后，你可能考差了，你出来你不要大哭，好，你大哭正常啊，好，我看过很多人在考场外面哭了哦，大哭正常，但是呢，你要记住。你在哭的同时，对不对？你也要打开录音机，好，不要去录自己的哭腔 ，OK， 那个会吓死人，这样子，好，打开录音机，然后呢，录给录音机听说什么东西，不是要你录基金哦 ，OK， 是要录什么东西？是要录说我在每一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时候，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好，比如说做题流程哪些地方实践很困难，比如说今天做题的时候有哪些考点。判断上，我是觉得，我犹豫的，好，然后呢，哪一些的题型是我在做题的时候速度是比较慢的 ，OK， 很明显犹豫的，请你把当下的回忆全部都按照1、2、3、4阶段全部把它录下来，回去再去整理这样子 ，OK， 就是把考试中关于哪些考点，你是有犹豫。哪些题目你做的是特别不顺，哪些流程你做的时候是特别不顺，
好的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录下来。为什么要录的？是因为我想你应该没有心情再打字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录也是最及时的，因为你如果不录的话，你回去之后你就会忘记考场的回忆，这样子 ，OK？ 这些回忆都有帮助。为什么？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份 ESR， 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同学他前2阶段这边平均用时超过2分钟，最有可能错的是 CRT， 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还记得你第1阶段你遇到的 CRT都长什么样子吗？考什么样的类型吗？考削弱还是考加强？题目是什么样类型的故事跟题目？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好，还有就是，那你在选这些选项的时候，你是遇到什么困难，所以导致做那么久的时间？是因为文章特别难吗？还是因为你的这个结论抓不出来？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你的选项第1轮筛选你抓不出答案？还是说你是最后2个选项在犹豫？好，这些都有赖于你在考场当下直接录下来的回忆。那我们在看 ESR 的时候才能去比对，说到底你有哪样的细部的问题。好，因为 ESR 给我们的资讯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搭配你个人在考场上的回忆，我们才能去做判读这样子。好，那这位同学如果他有记得说，他很可惜好像不记得了。好，对，他如果有记得说什么，他如果记得说那个时候我错的那个 CR， 我记得是我的这个原本的文章的这个逻辑，它好像是考生物类型的，然后它好像就是今天文章里面的这个结论，好，我好像抓的时候有点就是抓不太稳，不知道他想要问什么东西。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5个选项可能初步筛选的时候，好像无关的判断有点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 CR 问题是在这个地方。OK， 我们就知道他第1、第2阶段的问题在这个地方。OK 哦。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一定要搭配你在考场上的回忆来判读，这样子。好，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如果有时间差距很大的，好，就是我们就可以去跟什么？我们就可以去跟前面这个阶段对照。好，大概就知道你对的题型或错的题型是什么样的题型。OK， 好，当然只有一种例外可能，就是你刚好是 RC 错第1题。好，那这种时候才会变怎么样？才会变成说你那个时间被扭曲了。好，因为 RC 的第1题会跟整篇文章的时间算在一起，这样子读文章时间算在一起。好，来，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很好玩哦，就是它也是正确率。好，它也是正确率。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方是用体系来做分类的。好，先跟大家讲哦，就是说GMAT 计分的题目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只是它不会让你知道哪几题计分而已。OK， 哪几题不计分，它不会让你知道。好，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好，一般来说我都会建议是这样子的。各位要知道的是，有些题目对不对？在考试中你可能很纠结，对吧？好，你会很纠结说这道题目我做不出来，我觉得好像2选项都可以对。好，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你的问题。好，有些时候可能是题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测试题为什么会拿来测试？就是因为说它是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格当正式题目的题目，它叫测试题。所以有可能是那一道题的选项本来就出得很烂 ，OK， 好，然后呢，结果你还花太多的时间浪费在那一题身上，要把它考对。好，就到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一般来说我都会建议大家考试的时候，你不要想说什么前面20题什么很重要，一定要4分钟、5分钟、6分钟什么鬼的之类的，也就是设一个停损就好了 ，OK， 设一个停损。那关于停损要怎么设的话，好，在我的部落格上我有放一部影片叫做动态止损，好，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是不建议大家为了一题花超过2分半甚至3分钟以上的时间，因为有可能那道题目根本就只是测试题而已。OK， 好，来，那 CR、RC 跟 SC 3个科目对不对？它其实计分的这个题目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好 ，CR 固定是8题，RC 固定是10题，SC 固定是12题。然后呢，因为这边是正确率，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推出来。好像这边就很明显是1/4，1/4， 25%嘛。这边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2/4，然后跟4/6这样子。OK， 然后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1/6。好，那跟什么？跟5/6，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考生。好，当然我们算完之后要验算一下。好，像这边是什么？6题对，6题对，12题加2 14题，跟这边对一下，也是14题，验算一下，确定我们今天的这个推算没有错误，这样子。OK， 好，来，那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稍微去对比一下。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官方的这个 ESR 的解说，是在哪里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你的网页版 ESR， 对不对？网页版 ESR， 你如果这边有个连接，你把它点下去，好，就会跳出这个网页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这个东西对不对？好，
他要跟你解释了，我们来分别讲哪一种题型跟哪一种题型哦。好。CR 的 analyst 跟 critic， 你看他说什么 ？Problem identified in this category tests your ability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given to you in a passage and carefully make reasoned judgment, demonstrated by evaluating and breaking down the argument。好，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文章里面已经有一个论点了，然后呢，你要去针对这个论点去做什么？去做分析。OK， 好，那么呢 ，construction and plan 是什么东西？他说文章里面给你有资讯，然后要你用这些资讯去组合成一个论点或者是一个方案 ，OK 吼，好，那你说这些题目我要怎么分辨呢？很简单，我教你，好，你手上只要有买官方的教材 ，OK， 好，这就是官方教材的好处了，好，比如说 OV， 比如说就是 OG，OK， 你打开官方教材，官方教材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都有分类，还记得刚刚看到什么东西吗？我们刚看到什么？我们刚看到的地方是analyst 跟 critic 跟 construction and plan， 对不对？有没有发现 construction and plan 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部分 construction 跟什么？跟 evaluation of a plan。OK， 好，然后呢，再来，那什么是 analyst 跟 critic 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argument evaluation， 对不对 ？OK， 好，所以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比较弱项的题目去做总结跟加强，对不对 ？OK 哦，好。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再来就是 RC 这个地方 ，RC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来，我重新把它打开来。好 ，RC 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有两种，一种叫 infer idea， 一种叫 stated idea。OK， 好，那我们先看 stated idea。什么叫 stated idea？ 还有说这就是什么？你要去抓到文章的 main idea 跟 supporting ideas。OK， 好，就是抓到文章里面叙述了什么样的细节，以及文章的主旨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样的题目是 main idea 跟 supporting idea 呢？大家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看出来。来，我们看在这个分类里面的 RC， 有没有看到这三种就是 inferred idea 的题，就是 stated idea 的题目。那反之，其他三种就是什么？就是 infer idea 的题目，对不对？对吧？所以一样的，你也可以从官方教材里面的 index 的地方看到，好，你的弱项的题目，然后去加强。好，然后再来 SC 的部分，对不对 ？SC 的部分，好，它分成两类，一种是 grammar 为主的题目，一种是 communication 为主的题目。好，那这边呢，我们会怎么去分呢 ？OK， 好，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 ESR 的地方，不是你的这个 OG 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好。我后来有发现它其实老实说，一道题目可以被归成文法，也可以被归成语义。OK， 好，像比如说，你看这个我蓝色标起来的地方，它就是 grammar construction 跟 logical predication， 对不对？又有考文法，又有考语义。然后像你看这个地方 logical predication 跟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奇怪，你会觉得到底776跟774这是智障吗？怎么会顺序调反过来变不同的分类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道题目。它的第一解题点，作者就是出题者想要让你切进去的方式，到底是想要让你从文法切，还是想要让你从语义切 ？OK， 好，那它就会变成不同类型。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标签基本上你就看第一个标签就好。第一个标签如果是 agreement， 好，就是单复数，它是文法。diction 是词性，也是文法。好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呢更不用讲，的是文法。疑点固定搭配也是文法，对不对？那 logical predication 呢？它是什么？当然是语义逻辑啦，就是 communication 的部分。parallelism 两种都有可能 ，OK 哦。parallelism 其实你要看那一题到底是在考你文法上的平行，还是在考你语义上的平行 ，OK。好，然后呢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表达的流畅性、写法好坏，它就很明显是 communication。然后 verb form 是什么呢？是文法这样子。OK， 所以一样，你也可以从这个目录里面大概就知道说，好，哪些题目是我们可以拿回来练的。OK， 好，那至于文法类型的题目跟语义类型的题目，到底切入的时候有什么样不同的切入点呢？好，这个终结者课上我们就有很详细的说明，这样子。好，我们会有2套不同的解题流程。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位同学，我就给他什么建议？好，他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他这个很明显就是他的 CR 已经到了几乎8题只对2题，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边我不会叫他去挑某一种类型的题目来练，他2个都一样烂，不是吗？都一样烂。好，所以我就会建议他怎么样呢？好，你看他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依照他刚刚的 ESR， 他这边有可能是什么？好，前面做的不错，然后呢后面被压下来。
好，所以这边我会认为它比较有可能是什么？它前面做到了中难度的题目，好，然后呢，后面因为没有时间，好，它前面只做到中难度的题目，然后后面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整个被压到低难度这边去，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好，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建议他去练中难度题目的这个 CR，OK，去练去那个 index 里面去找，跳过 easy 不要练，去练 medium。OK， 去练 medium 的题目，然后呢，不要去挑题型，好，各自都去总结一次这样子，好，然后呢，那再来你看哦，那这个同学的 RC 呢，好，他的状况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不像是在中难度 struggle， 比较像是前面曾经到过高难度，然后呢，后面因为没有时间被拉下来，所以我就会建议他 RC 的部分就去挑好 OG 里面 OV 里面高难度的题目来练，好，去总结高 hard 的题目。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那个什么，刚刚我们这个 OG 里面它其实有分难度，对不对？对吧？好，所以你可以去挑，就是我们刚刚讲分析完 ESR 之后，适合自己的难度来练。好，不要再去盲目的刷题这样子。好，那再来这个同学的 SC 的地方，对不对？他比较有可能是什么？比较有可能是原本在中难度，因为没有时间，所以被压到低难度去。所以我会建议他从中难度的地方的 SC 开始练，而且要首先练什么？首先练文法相关的题目。所以这个时候回去他就会开始去找什么东西？他就会开始去找。好 ，median 这个地方，然后有没有往下翻到什么？翻到 sentence correction 这边，然后去把什么？去把第一个标签跟文法相关的都拿出来重新总结一次，重新过一次做题流程，这样子。OK， 好，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ESR 的分析。好，我们很快的总结一遍之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份 ESR， 让大家去习惯哦。OK， 好，来，第一页的小重点是什么？先询问考生的目标分数，以及帮考生先固定下一次理想想要达到的数学成绩是多少，再回来倒推 verbal 这边我们的计划该是多少。OK， 好，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看 IR 的部分，询问考生一些基本的背景，包括他的职业背景跟图表判读有没有相关，他的数学能力怎么样，他是第几次考试，题型熟不熟悉，以及他当天的做 IR 的做题状况跟 verbal 的状况比谁好谁差。OK， 好，就是心态状况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删去，好，来判断说这位考生是不是阅读理解能力好还不足这样子。OK， 好，然后呢再来呢 verbal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会是先把各科的这个分区的分数抓出来，然后呢大概去看说它在低中高难度的贴近哪一个部分，好，然后呢去就是去先排好几种假说的可能。 OK， 好，先列好，等一下再回来排除，根据更多资讯排除。好，然后再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看看时间跟正常的时间相比，好，谁是明显超出的，代表他这个科目他接下来必须要重新去练解题流程，用我们在终结者跟部落格常讲到的流程固化跟时间控制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把好时间控制回来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再来就是看折线图的地方，大家要注意的是，折线图你可以自己把它画出来，然后找到自己每个阶段自己的分数是怎么样。 OK， 但重点是你一定要跟时间图搭配在一起看。 OK， 好，时间不够乱做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不是你真正的实力，时间够认真做的地方才是你真正的实力这样子。好，那同样的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注意到开口大，好，开口大代表连对连错多，好，开口小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在那边 struggle， 那边也比较容易像是你真正的实力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搭配什么？各个阶段是不是有明显正确题目所做的平均时间，好，跟错误题目做的平均时间差距比较大，搭配考场上的回忆。 OK， 好，在考完考试之后第一时间的录音，录下自己判断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好，录下自己判断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录下自己可能觉得不太确定的地方，对不对？好，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去就是确定说到底自己是哪个部分有问题这样子。 OK， 好，再来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再回来看这个地方，然后来去判断说，好，来去判断说到底自己好哪一些题型有问题。
OK， 好，哪一些题型？这些题型都可以回去看到会去看到那个 index 的地方。好，在 index 的那个地方，对不对？好，都有去写这样子。OK， 都有去分好题目这样子。OK， 好，来，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来去排除掉一些可能。OK， 然后呢，去确定我们到底要去练哪一种难度的题目。这边的难度再搭配什么？再搭配这一边的类型，就可以去挑出你最应该要先去总结的题目，这样子。OK， 好，我们先来看第二份 ESR。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二份的 ESR 680这一份。好，那我们就用刚刚的流程，很快的过一遍，好不好？好，首先第一个，这位考生他的目标分数是700分以上。OK， 好，700分以上。那这位考生，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给他建议？当然，第一个就是先询问他是在职考生还是选职考生，对不对？好，如果是在职考生的话呢，会希望他每天都还要留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练习数学，因为他下一次的目标分数数学是不能掉的。OK， 好。然后呢，如果是全职考生的话，当然也是一样，对吧？好，他不需要去拨1/3的时间，但是他必须要每天固定拨一段小时间出来练习数学。OK， 好。那 verbal 的部分，如果要考700分的话，最常见的配分就是什么？就是靠北，为什么那个？等一下，为什么那个笔记没有出现？好，来，我重新让它连一下。好。那当然 verbal 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就是33到34左右，对吧 ？OK， 好，33到34左右。好，来，那再来我们来看哦。好，那我们看到它什么？看到它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它的 IR 的表现，第一个分数在平均以上。OK， 好，在5分以上。再来，他做题的时间也没有超出正常时间太多，好，也没有明显的极端值，所以这边我就不会去多过问。OK， 好，代表他当天的阅读能力表现是相对正常的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哦，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ESR 的第三页的地方，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情况是它的3科都卡在了中难度的地方，对不对？好，它的3科都卡在了这个55、55、63这边左右的地方。好，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边它分别是30、29跟32这样子。OK， 好，来，3科能力差不多均等。好，来，那我们再来看，你看这位同学看到他下面这个时间分配，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位同学他低于正常的平均时间，所以代表说他大部分的平均时间都花在不计分的测试题。OK， 好，那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好，我就会去要求他下一次，好，要尽量对题目做好停损。OK， 好，就是有一些题目它可能真的出得很烂，好，会让你犹豫不决，但是你一定要有动态止，就是你一定要学会我们在部落格上讲的动态止损。好，你一定要确定说，到了2分钟左右就一定要去卡断，好，不然的话，可能那道题目它是不计分的，结果你还浪费那么多时间，而且它还出得很烂这样子。OK， 好，来，那这个地方各科的这个时间分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所以我这边就不太会去讲这样子。OK，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地方，好，你可以看到这边这边的时间控制还算稳定，对不对？好，并没有明显说什么哪一个部分平均时间用2分钟以上，然后哪一个部分又用了什么1分钟以下，对不对？它的时间控制虽然可能最后可能要小改2、3题左右，好，但它至少前3个阶段都是稳定的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地方等于说它的 ESR 里面，对不对？它的 ESR 里面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采纳，好，每一个阶段的能力都是它的，这那个曲线都是它的能力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况，对吧？好，你可以看到说，它第一个阶段的地方，它的这个就是错题大概是在 verbal 37左右，好，然后呢对的题目，第二个阶段错题大概在 verbal 34左右，对不对？34、35左右，然后第3个阶段大概在多少呢？大概在30左右，好，然后这边大概在32左右这样子，好，然后呢蓝色的地方呢，正确题目平均难度这边是24左右，好，这边应该是29到30，对。然后这边也是30嘛，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大概应该是30左右这样子，对。好，来，因为我现在没有用尺啊，这样子 ，OK。好，来，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阶段它很明显是有连对的，对吧？第一个阶段是一开始可能做到22324的题目，然后呢，然后你看它开口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想象得出来它是有连对的。好，一直连对到上面这边的时候，然后呢错了3期左右的题目，然后呢被卡在这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在这个29到34这个地方 struggle， 对吧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你可以想象得出它的曲线如果打成立体的话，应该是连对之后错一下之后被拉下来，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对错对错这样 struggle， 对不对？然后一直 struggle 到哪个地方？一直 struggle 到最后一个阶段 ，OK 吼，好，最后一个阶段，好，然后它可能时间比较赶，好，有拆了部分的题目这样子，好，来，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他的能力就是稳定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好，所以他的真正实力是在哪里？他的真正实力是在就是这个29到32这部分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看他的时间分配也没有说他会特别问一下，就是这边会比较明显，会特别问一下第3阶段你还记得你就是比较耗时间的题目是哪些吗？对不对？好，这边因为它这边比较明显啦，好，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去分析说这些题目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让它耗时哦，因为这边很明显看到它耗时的题目都是相对做错的题目，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如果就要搭配他的回忆，问他说，请问你第19题到第27题哪些题目你在做的时候有明显的 struggle 这样子 ，OK？ 好，来，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哦，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好，有没有？我先把这边这个红色的地方之前写的不够精准，我把它删掉。好，之前还没有看到官方有出现那个东西，出现这个，我们用这个来看比较精准。OK， 好，我把它复制一下。好，来，copy，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 paste。OK， 好，我们来 paste 一下。好，来找到了。好。来，那这位同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时间还相对稳定，对不对？所以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实力真的就在这边，他真的就是卡在中难度上不了高难度。好，他不是那种原本上得了高难度之后被压下来那种哦，对不对？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ESR， 对不对？他的实力真的就卡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他不是时间控制不好被压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什么，你就知道高难度的题目是他唯一需要练的东西。OK。他就是需要去练高难度的题目，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他的练习的教材就会是什么？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会建议他去找 OG 里面高难度的这个 hard 部分的这个 analysis 跟 critic 的题型开始去做总结练习。好，那在 RC 就是所有的高难度的这个题组这样子。好，那 SC 的部分呢，也是所有高难度的题组。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给他的建议是加强高难度的这一类题型。那通常我会建议是什么呢？就是 OG 的后1/3 ，GWD。还有呢，难题300，好，就是 GMAT 官方出的那个难题的那个题组，好，注意哦。你常常会发现说 ，Dustin 建议每个人都去练这个，因为你不一定是在那个实力啊 ，OK？ 你到了那个实力再去练这个才有用途，不然你就只是在浪费题目而已，这样子。好，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 PP2012，就是 PP4的困难的题目，这样子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好，所有 SC 的高难度题目也要去重做总结。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位考生他的时间不是太大的问题。好，跟上位考生不一样，上位考生是他已经有进入到高难度了，只是他的 CR 扯后腿，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他的做题时间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们要去加强的是他的做题的效率 ，OK， 跟他的 CR 的中难度，还有其他科的高难度。好，但这位考生不一样，这位考生他的时间分配没什么问题。好，他时间没有崩盘。他的实力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上去，所以呢，他现在真的需要练的不是时间分配，他真的需要练的不是说把做题效率提高，他真的需要练就是什么？就是把这段高难度的题目去重新做总结，把它练起来，好，去把观念搞熟，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看到这是2位典型不同状况的考生，好，第一位考生，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位考生应该算大部分的考生就是时间控制失灵，好，对，那他需要做的就是去把去把做题效率提升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去练习自己适合难度的题目。那这位考生的时间控制没有失灵，但是他的程度就卡在这边，他需要做的是比他程度跟他程度左右再高一点点的题目的总结这样子。那当然，我相信在现场各位大部分的考生应该是2个都有，对吧？就是时间又不够，然后呢，
这个能力又上不去。好，那如果两个都有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如果两个都有的情况下，你就先不要管时间，你就先专心的把实力提升就好了，好不好 ？OK， 好，对啊，因为你想嘛，人不能就是两者不能兼得嘛。我们人一次就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两个状况都有的话，我会真的是建议你，就是说你先专心去把实力提升，先专心好好做好，就是你前面所在那个阶段的那个难度的题目的总结 ，OK， 等到你今天能够把做题流程都稳定了，好，然后呢观念都驾轻就熟了，再去慢慢的控制时间，不要去想着两个要一起来，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OK， 我们一次专心做完一件事情就好，好不好 ？OK， 好，对，这边就是以上就是我在做分析 ESR 的时候我的一些标准的分析流程，那我相信大家你在听完之后，你应该对自己的 ESR 应该大概有一些状况，有一些感觉，你可以先试试看。好，如果你觉得刚刚讲的太乱的话，你可以先试试看几件事情。好，你可以先试试看把这个地方的数字抓出来。OK， 这其实很好抓，就是8778，你去算它的比例就好了啦。OK， 你就大概知道这边是几题的这样子。然后再来，你可以试试看把这个地方的 scale 画出来，这其实很好画，每5格就是9分，6、15、24、33、42，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哪个难度了，这样子，正确错误的题目平均难度都是哪个难度了 ？OK， 好，还有这个地方固定积分8题，固定积分10题，固定积分12题，这其实也很好抓。OK， 好，你可以先试试看，先把这3个东西学会。OK， 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学会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析自己的正确题跟错题数。好，第二个就是学会分析自己的折线图 ，OK， 好，每个阶段都在哪个难度身上，都在哪一个分数身上。第三个就是学会分析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正确题目跟错误题目。好，那其他呢？当然，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你也可以来这个咨询时间，好，或者是就是私人咨询找 Dustin 这样子。好 ，OK， 好，那这边就是一些小小的分享。好，那顺带一提。5天之后，4月20号就要开始这个 GMAT 就要开始线上考试了，这样子。好，那线上考试目前得到的讯息呢，就基本上硬体要求没有很高，好，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定，好，比如说数学只能用滑鼠来做笔记，好，很奇怪，好，在小画家上面做数学计算的概念，好，对，然后还有就是分数虽然不会算在一辈子8次跟一年5次这里面，但是呢。分数是不能取消的，这样子。好，对，那关于这部分对不对？好，这部分的一些更新，我有把它放在今天我刚好在 A2Gmail 社团上有 po 一篇文，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在家考试的一些就是细节。好，那各位可以去关心一下这样子。OK， 好，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还是不确定到底在家考试对你是不是好处的话，你可以先不要轻举妄动。OK， 好，疫情来袭的时候，大家都先谨慎一点，这样子。好，先不要轻举妄动。好，我们先专心做好一件事就好，好不好？我们先专心做好。坐下来，静下心来，好好分析自己的 ESR，OK， 好，然后呢，分析完之后，对不对？好，我们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就是该怎么去走，好，我们再去调整这样子。怎么看分数不能取消？没有怎么看啊，就是一个规定啊，就是一个有利必有弊的规定嘛，对不对？对吧？好，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分数不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分数不能取消。OK， 好，但就是它就是一个规定，对。然后呢，也不确定这个规定是不会正式的实施到后期这样子。好，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现在这个要怎么讲呢？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 ，OK， 还有一些细节应该还会再修改，对。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对，分数不能取消的话，对不对？好，就是我们大家就好好谨慎这样子，对。不能用计算纸，对啊，不能用计算纸。2种题型正确率差距很悬殊，当然代表就是你正确率低的那个题型需要特别训练，对吧 ？OK， 就像刚刚这位同学一样啊，对吧？刚刚这位同学2种题型的正确率差距很悬殊，那是不代表说还要去专心的去练这种文法类型的题目。好，当然对你来说，在 RC 也是一样的，你就要去专心去练那种类型的题目，这样因为那是你的罩门，这样子。OK， 那就是你的罩门。好。对，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很直白的理解就好了，就是它就是你的罩门 ，OK， 然后你就要在那个 OG 里面去找到那个 section， 好，去找到那个难度，
然后呢那种题型来做研究这样子。OK， 好，对，好，大概是这样子，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最近天气忽冷忽热，好，然后呢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希望不要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这样子，就是有点口干舌燥，然后呢流鼻水、打喷嚏，还是只是花粉症啊？还是其实只是季节变换过敏啊？流鼻水、打喷嚏，然后口干舌燥，对。那 anyway 也希望对，所以我刚刚可能讲的有点凌乱，好，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这样子，好，因为我平常在分析 ESR 的时候，我都是习惯就是跟这位考生是用对答的方式 ，OK， 就是说，你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呢，这边我想要知道你额外其他资讯，好，所以平常会比较互动式。那我突然让我线上这样子做分析的话，会突然有点凌乱，你知道吗？对，所以请大家多包涵这样子 ，OK， 好。对，所以如果 RC 的差距，两种题型的差距很悬殊，那通常代表就是你那个正确率低的那个就是你的罩门啊，对不对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那先这样咯，大家就是多多注意身体。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今天我们讲这些初步的分析模式来分析自己的 ESR。那如果有其他需要的话，再欢迎在 A2Gmail 的助教时间找我。OK， 好，对，那我会再帮大家去做1对1的分析 ESR 这样子。OK， 好，那我是 Dustin，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好，拜拜。